爱奇艺娱乐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朱一龙。六国会齐，再有苏辙所说：“诸国不识，韩魏两国地势之贵，而秦国识之。”更有苏轼所说：“屯氏自助。”袁诺这是多有所感呐。是。在《知否知否》这部剧当中饰演齐衡，齐家的小公爷。然后齐衡是一个，我觉得，就是很正直、很阳光的这样的一个，从前期是一个大男孩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我觉得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吧，然后他很尊重自己的父母，很孝顺自己的父母，所以导致后来他对于一些事情的处理方式的影响，他处理方式的一些行为吧。这个角色最大的一个特点其实就是一个字儿帅，自己的形象应该非常符合这个角色。这是挺难的，但是当时因为我觉得我当时说京城地美男，我跟开宙哥就是周导聊的时候，我就这个我说我有点没自信这个方面，他说他觉得你行，因为我们探讨过说齐衡京城地美男外表是固然的啊，但是他其实我觉得更多是因为他的家教，然后他的行为方式，他待人接物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在那个时候，大家称为他第一美男，不光是颜值和外表的这样的一个。兄长在上，请受小妹礼拜。我只有娶你，才是我真心实意最想做的事情。我觉得齐衡其实他不是一个，我觉得啊，我自己来说，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所谓的放不下，或者是特别执拗的说，我一定要我爱你，我一定要怎么样。我觉得他是觉得自己当初的某一些行为，他觉得明兰是喜欢他的，是爱他的，但是他因为他自己当时有一些决定和意见，就没有那么勇于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导致了明兰被顾廷烨。这他当时我觉得他是这样想的，他觉得明兰可能过得不是那么幸福，觉得明兰可能是没有那么爱顾廷烨。但是当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过极端的时候，但是当他在这个过程中走到后来的时候，他发现明兰是爱顾廷烨的时候，当他看清楚明兰是幸福的，不是因为他当时的那个行为导致明兰现在有多不幸福的时候，他还是释怀的。所以就是你站在这个角色的这个角度去为他着想的话，你觉得这是个虐恋？因为称之不上，因为他们还没有开始就，对，就还不如虐恋。这是我觉得不俗套的一个地方，因为我觉得特别符合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我觉得那个时候你可能没有过多的什么恋爱期，没有过多的什么两个人值得回忆的浪漫的地方，其实都是一些小的东西，递了一个橡皮擦，特别纯粹，哪怕是因为他上课的时候偷偷回头看了你一眼，这些都对于齐衡来说都是一个他对于明兰的一个回忆的一些喜欢明兰的一些佐证，或者是一些一些细节。我觉得顾廷烨是一个非常值得嫁的人。对，我觉得顾廷烨在里面就比较符合现在大家的一个行为方式和一个处事方式。大家现在都是有什么，喜欢的要马上去争取，包括不管是事情还是你喜欢的人，都要勇于去表达、去表白。但是我觉得在那个剧里，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我觉得是在齐衡那样的一个家庭的背景下，他是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些事情。因为这个是家庭戏里面很多吃饭的呀，然后吃糕点呀什么那些戏，所以我就记得一直在吃来着。打麻将我是真的不会，但是聚餐的时候会，大家有时候一块吃饭呀。一般跟峰哥一块跟他们盛家的一伙人，还有顾家呢。那个时候有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啊，因为每天在现场都是他们顾家，然后我们一块吃饭的时候就会，等熟了之后就还好。对，他吃火锅比较方便嘛，不用纠结点什么呀什么，大家爱吃什么就点。吃鸡我有跟他们玩过，反正是没吃着鸡，反正就是大家一块玩，其实玩的也不多。说实话，没有什么不同，
为大家在那个环境里面，大家不会因为你是一个有名的演员，或者是一个没有名气的演员，大家有什么就是所谓的区别对待。我觉得在那个剧组里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大家在组里面的时候只有创作，就是只有你人物的状态，大家沟通的只有是戏本身的问题。其实后面我是想让自己的题材更丰富吧，更多的去挑战不一样的东西。爱奇艺悦享品质。